印度搞到一架中国产的无人机，想拆解无人机偷技术，结果刚动手就遇上了死亡直播。特制的螺丝刀一碰机身，36个光学传感器立刻直播拆解现场。机身里暗藏的纳米振动感应器精准捕捉到异常撬动。就在他们撬开机舱的瞬间，内置的液态金属自毁装置立即启动，价值上千万的导航系统在短短10秒钟内就化为一堆废铁。这不是什么科幻大片的情节，而是中国军工科技给全世界上的一堂防盗课。现在国际军火市场上有个有趣的现象，那些专门倒卖军火的贩子最喜欢中国货，但最头疼的也是中国货，不是因为价格问题，而是就算花大价钱买回去，想拆解研究的技术门槛太高了。印度花了整整2年时间研究，东南亚砸了几个亿美金，北约还专为此事组建了50人的技术专家团队，结果全都栽在了中国设下的科技陷阱里。量子加密芯片每半天就自动更新密锁，关键机械结构遇到异常触动立即自毁，连维修手册都要扫描虹膜才能打开查看。最绝的是，核心部件都用了生物降解材料，到了规定使用期限会自动分解失效，飞行系统还和特定地理坐标深度绑定，只要偏离预设飞行区域就会立即锁死。更搞笑的是，一些国家费尽心思造出了山寨版的中国无人机，结果在高原测试时2/3都直接从天上栽了下来。而最近土耳其更是爆出一个猛料，他们测试中国产无人机时发现，只要飞机太靠近中国边境，系统就会自动返航，要是强行操控越过边境线，主板会在瞬间被电流烧毁。这说明中国在出口无人机的那一刻起，就从根本上杜绝了他们有朝一日可能被用来攻击中国的可能性。这就是中国科技的智慧，不仅要把先进的技术写在产品里，更要把安全防护植入每个零件的 DNA 中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全世界正在见证无人机领域的中国纪元。2025年6月，西安的天空将上演比科幻电影更震撼的航空奇迹，中国9天重型无人机即将首飞，它的出现将让所有竞争对手陷入绝望。让我们看看这头空中巨兽的恐怖数据：25米的翼展堪称空中巨无霸，1.5万米的飞行高度是珠穆朗玛峰的2倍，700公里小时的极速和7000公里的超远航程令人啧舌。最可怕的是它的武器配置，不仅能挂载各种先进导弹，更配备了革命性的异构空巢任务舱，3000架 AI 智能无人机能在机舱开启的瞬间倾巢而出。这批无人机各自担负着不同任务，有的专攻雷达系统，有的负责精准爆破，有的则是自杀式攻击无人机。在2024年珠海航展上，沙特将军亲眼目睹后惊呼，这哪是无人机，分明是降临人间的死神。更让美国震惊的是，9天的多功能特性，今天挂载导弹威慑太平洋，明天变身运输机为南海战士送去热腾腾的火锅，后天又化身气象监测站追踪台风路径。难怪美国媒体酸溜溜的抱怨，中国无人机比特工还忙。最令西方崩溃的是9天的性价比，一架美国 MQ9 死神要价2.5亿美元，而中国硬是把9天的成本压缩到8000万美元，五角大楼级的直跳脚。中国人竟然用造电动汽车的成本搞尖端军工，这仗还怎么打？从性能到价格，从战力到用途，9天不仅重新定义了无人机，更向世界宣告，在航空科技领域，中国标准就是新世界的标准。然而，如果你觉得中国只有9天，那就大错特错。或许很多朋友都听说了，在前不久的印巴冲突中，我们的歼 10C 战机以惊艳全场的6-0战绩，将号称南亚最强的法国阵风和俄罗斯苏30打得落花流水。要知道，这架在珠海航展上被一块塑料布随意遮盖的战机，在我国空军的战斗序列里早已算不上新秀。就是这样一个被自家人都嫌弃的小家伙，却在异国战场上展现出令对手胆寒的战斗力，这让人不禁要问，如果连3D 歼 10C 都能在海外威风八面，那他的三哥歼16、二哥歼35，特别是那位从不轻易露面的老大哥歼20，究竟具备怎样毁天灭地的战力？这不，经此一役，就连一向高傲的美媒也彻底服软了，坦言道歼20可以完胜 F35与 F22，这是因为歼20不仅隐身能力强，并且在开启野兽模式中能使其有效载荷达到12吨左右，可一次性携带12枚霹雳15，远远超过美国的 F35野兽模式下的8吨，其搭载的霹雳15空空导弹性能也在美军 MM120之上。除此之外，美国提到歼20与霹雳15的性能时，甚至使用了令人恐惧、令人印象深刻、击败对手这样的字眼。也许在某些国家眼中，有了这样的硬实力就该用来谋取霸权了，但中国偏偏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。当美国用芯片制裁瘫痪异国经济时，中国正帮非洲兄弟建起首个半导体实验室。当西方军火商在中东挑动代理战争时，中国造的彩虹无人机正在帮小国守护领空。当美国对180余国家征关税、收紧国门之时，我们却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。前不久，中国宣布对43个最不发达国家实施全面零关税政策。政策生效当晚，老挝橡胶商立即追加5000吨订单，坦桑尼亚蜂蜜厂紧急扩充产能，马达加斯加准备出口10万头小羊羔。海关数据显
显示，政策落地首日，中老铁路货运量猛增超2500吨。老挝橡胶以低成本优势迅速抢占市场，坦桑尼亚蜂蜜供不应求，埃塞俄比亚咖啡订单已排至明年。不是吧？堂堂19国联军这么快就怂了？美媒都看傻眼了。五角大楼一个操作直接把全场吓麻了。3.5万士兵荷枪实弹，上百艘战舰气势汹汹。本来以为要上演钢铁风暴，结果被一艘街溜子给整破防了。镜头切回到7月13日，珊瑚海上风浪滔天，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神气活现的站在旗舰甲板上，口号喊得震天响，让东方看看谁才是这片海的老大。正意气风发呢，雷达兵忽然尖叫一声，报告东方方向出现不明目标，是东大的街溜子，他又来了。这消息一传回华盛顿，五角大楼炸锅了。奥斯汀脸色大变，快马上关掉所有高精尖设备，谁再泄密直接打包走人。紧接着19国联军齐刷刷进入认怂模式，全场电磁静默，核心系统一律不准开机，舰艇降速，重要科目砍掉，演习效果直接打对折。F-35B 刚升空就乖乖把雷达功率降到 0.5 瓦。澳洲霍巴特驱逐舰更绝，干脆全关机，像个飘在海上的死鱼。有澳媒都看不下去了，这演的啥？3.5万人拉出去，现在连个炮仗都不敢响，这怕不是21世纪最贵的军事哑剧吧？不就一艘没导弹、没鱼雷的侦察船吗？至于吗？咋不至于啊？人家这街溜子外号可不是白叫的。移动的电子吸尘器了解一下，搭载的是顶级无线电侦测设备，能精准记录所有电磁泄漏信号 ，X 波段、L 波段、K 波段，一个不落，通通吸光光。雷达扫描的方式、信号跳频的节奏、加密通讯的模式，全部留下电子指纹。军情专家直接点破，他们最怕的不是被偷听内容，而是信号特征。演不敢演，不演又打脸。只要他们一开雷达一测导弹，那该溜子立马就能扒光这些信号数据。回头中国工程师一照着研发，分分钟给你整出一堆针对干扰器。真要打起来，美军导弹直接变无头苍蝇，雷达看出来的全是雪花。更让联军脸疼的是，这街溜子连挑衅都不算，人家严格按国际公海规则办事，不越线不开火，安安静静做监听。你美国天天喊航行自由，这回咱也来自由一把，怎么着？我就在你旁边瞅着，你能打我不？打了你就违章了。网友笑称淡定，这街溜子早就是军演常客了。2021年美澳演习时就有2艘在场，不过这回更有意思。最新情报显示，这船可是武装到牙齿，48组大型天线硬是把潜艇声呐、隐形战机和雷达信号扒了个精光，气得小岛国直跺脚。原来我们美爸爸这么怂，这回真是脸都丢尽了。要说最绝的，还得数他突然掉头直扑美军航母的那一幕，指挥中心顿时炸开了锅。于是海面上上演了一幕超级荒诞的场景：10万吨级的超级航母被一艘6000吨的小侦察船死死追着跑，他追他逃，他再追他又逃，逃无可逃。这场面活脱脱像是军演现场开播的军事喜剧。其实咱们真没想惹事儿，但架不住人家都把枪顶脑门上了。看看这次军演，连几十年没露面的 B-1轰炸机都拉出来秀肌肉，演习科目全是冲着中国来的。连美国退役上将戴维森都说大实话，中国本来是真想和平发展的，是你们非得把人逼到这份上。现在好了，人家亮真格了，你们又在这抱怨这儿抱怨那的，很快整个世界都会醒悟过来。现在东大玩的可不再是人海战术的老把戏了。你们战机刚起飞，咱们的导弹已经抵达预定位置，雷达刚开机，电磁干扰立即让你秒变睁眼瞎，潜艇还在定位，自家后院早就被核潜艇逛了个遍。这才是让各国不得不重新掂量自己的真正原因。百年沧桑，今非昔比。从北洋舰队的屈辱到055大区巡弋四海，从南海撞击到歼 10C2式群雄，从南联盟使馆的炮火到东风快递，全球必打。从 GPS 卡脖子到北斗系统覆盖全球，从科技封锁到天宫奥利太空，从核威慑到万里地下长城，这一桩桩都在向世界宣告，中华民族真正挺直了腰杆。更震撼的是，在前不久，中国还干了一件震惊全球的大事，一次发射成功，让全球航天圈、科技圈都震惊的头皮发麻。北京时间7月15日早上5点34分，地点位于我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。现场直播的画面显示，我国的大国重器长征7号遥10运载火箭搭载我们自主研发的天舟9号天空飞船，随着一声点火令下，在熊熊的火光中，这个堪比摩天大楼一般的庞然大物直接拔地而起，冲向地球外太空。随着飞船顺利进入太空预定轨道，3个小时后，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，天舟9号对接空间站一次成功，本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。这次发射让全球都看傻了眼。我们自主研发的天舟9号飞船以22.5米的超大容积和7.4吨的极限装载能力，把美国和俄罗斯的同类型飞船远远甩在了后面。这次运载的6.5吨物资中，光是给航天员准备的食品就多达190多种，总重1.5吨。想象一下，从新鲜蔬菜到各类肉制品，这简直就是把超市货架搬上了太空。要知道，美国龙飞船最多只能运3吨货，俄罗斯进步号更是只有2.5吨的运力，而咱们轻轻松松就送了6.5吨物资上太空，这差距已经不是一个级别了。最关键的是，飞船的运载能力直接决定了航天员在太空的工作时长和工作效率。当其他国家的宇航员还在为口粮发愁的时候，咱们的航天员已经在太空吃着
着堪比地面水准的丰盛餐食了。这对于全球航天圈的冲击真的太大了，因为载物能力的多少，关系到的不仅仅是航天员研究人员的实务问题，更关系到他们在空间站的工作时间、工作效率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去年美国的那个滞留国际空间站的女宇航员，就是因为美国太空飞船搭载的物资能力有限，只能精打细算携带少量医疗物资，食物也都尽量携带，压缩压榨到极致的预制品。然后那个女宇航员短短几个月就瘦得尖嘴猴腮，肉眼可见的精神萎靡了。就这样，他们还说宇航员状态非常好，很健康。不仅宇航员如此，在太空工作专心研发的工作人员一样是这个道理。当我们的载物能力突破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之后，那以后我们就能在空间站尝试更多的研发，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，大大的提高效率。你们说这个作用有多么巨大？除此之外，中国航天这次还亮出了另一项惊艳世界的黑科技——双保险发射体系。这项技术堪称航天界的救命神器，直接给宇航员和空间站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上了双保险。简单来说，如果空间站突然发生紧急情况，我们可以立刻启用备份飞船进行快速发射救援。想想看，如果宇航员在太空突发疾病，需要紧急药品补给，我们马上就能启动备用系统，第一时间把救命物资送上去。这种随时待命、24小时保驾护航的能力，让全球航天工作者都羡慕不已。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中国的精准时间控制能力。这次天舟9号发射，我们提前向全世界通报了具体到分钟的发射时间，早上5点半准时发车，而且还全程全球直播，把这种精准到秒级的控制力明明白白展示给世界看。能达到这样的技术水平，说明中国航天已经完全掌握了最核心的尖端科技，现在可以说是随心所欲、游刃有余了。看懂了上面的3个超级黑科技，你们就知道为什么此时此刻全球科技圈、航天圈都在疯狂点赞了。天舟9号今天的横空出世，各种碾压世界的黑科技真的太多了。不客气地说，直接领先有美国、俄罗斯、欧洲的那一套闻名世界的航空航天科技法则，一夜之间全都做过。今天全球航天圈、科技圈都在见证历史，这份令世界瞩目的战斗力带来的是实打实的国际话语权。如今的放眼世界，除了李嘉诚、以色列、立陶宛这几个鼠目寸光的东西外，全球都在抱紧中国大腿。沙特把汉语塞进了全国中小学必修课里，巴基斯坦为中国护照开辟绿色通道，让排队的外国游客羡慕不已。塞尔维亚街头挂满5星红旗。叙利亚总统说，中国强，小国才安全。最狠的还是俄罗斯，中国游客在莫斯科偶遇普京，保镖上一秒还在拦着网友，示意不要走得太近，直到网友说了句中文你好，得知是中国人后的保镖立马丝滑转身，甚至普京还主动和中国游客打招呼，邀请中国的小朋友一起合影。试问除了中国游客，还有谁能和总统合影？现在终于看明白了，伊以冲突最大的赢家是中国，是华为。伊朗高管一个接一个被炸死，事后复盘用的是苹果手机，如果他们用的是华为手机，大概率能逃过一劫。这些高官都藏在地下秘密基地里。以色列人是怎么一个个精准定位的？据媒体报道，以色列人直接用手机通讯设局，他们给伊朗官员群发消息，假装开会集合，等这帮人聚在一起，火箭弹立马就到。他不是一个个暗杀的，是把你凑在一起一锅端的。关键来了，这一类通讯安全防护，那正是华为的拿手好戏。咱们的5G 加密技术配上北斗导航，连美国都破解不了。那些伊朗高官要是用了华为，早就能识破假消息，逃过一劫。这么一说，大家是不是顿时都懂了？为什么美国要把华为往死里制裁？罪名一直是说我们威胁了美国的安全，那么为什么不制裁小米，不制裁腾讯、阿里、美团呢？当年华为做手机的时候，美国人也不管，可一等到华为搞出5G 技术，美国立刻就跟被踩了尾巴似的，不仅自己跳脚，还拉上整个欧洲小伙伴，死活不让用华为基站。以色列已经告诉我们，通讯技术不仅能威胁到美国的安全，还能在战时杀人，说明美国污蔑其他国家做的事儿，一定是美国在做的，或者说正在做的事儿。在华为崛起之前，美国人垄断了整个世界的通信行业，随意的在你手机安插监听设备，你放个屁，美国人都能知道有多香。2013年，一个叫棱镜门的计划被曝光，全世界都知道了美国正在监听全世界。今天的伊朗精英们人手一台苹果手机，什么指纹解锁、面部识别、走动范围，甚至是你的健康状态、卫星定位，全部掌控在人家美国人手里。结果是今天的伊朗啊，上到将军，下到平民，都要面对一个问题：我们手机里收到的信息是真的吗？假如战争一开始你就收到了进攻命令，这是不是敌人设下的埋伏？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种渗透有多么的恐怖。反过来，对美国和以色列来说，这些伊朗的高官在他们眼里是完全透明的，今天想杀你，绝对活不过明天。在我看到消息的一瞬间，我突然觉得对华为的态度已经不能单纯的从喜欢或者讨厌来讨论了，而是立场问题，是国家安全问题。为何美国能容得下三星，却容不下华为？为何美国能给小米芯片，却独独要对华为赶尽杀绝？原因就在于华为有着令他们真正畏惧的东西。这种畏惧不仅仅是华为打破了美国的通信垄断，更源自美国对华为那种充满了未知的恐惧。因为在西方人眼中，华为根本就是一家不该存在的企业。作为全球500强中罕见的非上市公司，华为把99%的股份分给了9万多名员工，创始人任正非仅持股不到1%。这种独一无二的股权架构，让
让西方资本家完全无法渗透和控制。华为可以像国有企业那样，不在乎短期盈利，专注制定10年乃至20年的长远发展规划，持续投入核心科研领域，每年固定拿出10%的营收投入研发，从不过分关注股价波动或是股东利益最大化。所以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，一个以国泱泱企为主的国家，为什么可以诞生出一家科技如此领先的民企？咱们中国人也觉得不可思议，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家纯粹的企业，踏踏实实搞科研，不搞任何房地产和投资？我觉得真正让美国害怕的不是通讯，也不是华为，而是华为的这种运营模式。它证明了咱们社会主义也一样能诞生伟大的科技企业，它更证明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创新并没有输给任何国家、任何民族。它证明咱们中国走的这条道路一定是通的，计划不等于落后，高瞻远瞩的规划打败了绝对自由的市场。当未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学习华为，而成华为、超越华为，这才是让美国、让西方最害怕的。1999年，美国像轰炸伊朗一样轰炸了咱们的大使馆，距离今天不过25年。2016年，美国2艘航母直逼南海，这一幕距今也不过9年。从原子弹到人造卫星，从6代机到航母，再到如今的芯片产业，为什么中国总能攻克那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难关？为什么印度搞不了，越南、非洲搞不了？我想华为已经给了大家最好的答案。这个国家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无论贫穷还是富裕，当国内外所有的人都觉得你不行的时候，他都在一步一步规划几十年之后的事情。5000年来的大国，定力深深地刻在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基因里，而且只有中国人相信，我们自己一定能搞出来。一代人不行，那就2代人；2代人不行，那就3代人。因为所有的东西，中国都要拿第一，并且都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中国一穷二白的时候就开始扫盲，那会儿还吃不起肉的时候就开始研发航天和飞机，在我们刚吃饱的时候就开始搞科技兴国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变过，落后就要挨打。当列强经济不好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来瓜分我们。但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，因为今天的中国是棋手，不是棋盘。历史曾选择过咱们，但是我们掌控了改写历史的能力。看看如今的中国，在军事上都取得了哪些令西方人眼红的成就吧。5月4日，美司令塞摩尔帕帕罗在公开场合表示，对现在中国的发展感到震惊，常常夜间惊醒或夜不能寐。这不是什么外交辞令，而是发自内心的担忧。这样的担忧不是没有实道理的。中国现在潜艇建造效率已达美国的1.43倍，水面舰艇的建造速度更是美国的3.3倍，而整体造船能力，中国整整是美国的200倍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在同等时间内，中国能造出的军舰数量和质量都远超美国。难怪美国海军军官们一个个都绷紧了神经。不光是美司令晚上吓得睡不着觉，就连由美国精英专家组成的美智库对中国也有着高度评价。在外交事务杂志的刊文里明确指出，现在白宫虽然已经将中国定性为最具威胁的选手，但依旧存在低估中国的可怕思想。甚至还有美国媒体发布一张形容中国的图片，只见一座冰山屹立在海上，表面看只有一小部分，但在海下凝结了无数的冰块。在他们看来，中国的实力就像图中的冰山一样，只露出冰山一角。况且中国也早已经在很多事情中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就在2025年的关税反制，当特朗普随心所欲地向全世界挥向那关税大棒，只有中国敢于正面反制，结果美国就成了自食其果。这样的局面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。现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让他们感到心慌了。美智库哀叹，白宫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把中国当成一个强大的对手，这种战略误判简直是在自掘坟墓。想想也够讽刺的，美国人这些年打遍天下无敌手，收拾过日本的半导体产业，肢解过德意志的战争机器，更把苏联活活拖垮在军备竞赛里。靠着踩着这些老牌强国的尸骨，美国才坐稳了世界老大的位置。可风水轮流转，这次美国那套老子天下第一的做派算是踢到铁板了。他们在全世界耀武扬威惯了，偏偏遇到中国这个硬茬，你加关税我反制，你搞制裁我自主研发，你搞技术封锁我搞产业升级。这才短短几十年啊，当年那个连拖拉机都造不好的农业国，如今愣是搞出了载人航天、量子通信、5G 技术这一堆高科技。现在连美国智库那帮专家们都不得不承认，按这个势头发展下去，中国超越美国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。这种做火箭般的崛起速度，确实比当年苏联带给美国的刺激大多了。更绝的是，中国这些年不光是自己闷头搞发展，还顺手带着全世界的好兄弟一起壮大，专门拆西方的台。巴基斯坦发洪水那会儿，咱们的运20玩命往灾区送物资，72小时不眠不休搞出条空中生命线。北约把塞尔维亚围得跟铁桶似的，结果咱们军舰愣是冲破封锁，把红旗导弹送货上门。吉布提保障基地的补给舰常年为亚丁湾护航编队输送和平底气。难怪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会发出中国越强大小国越安全的感慨，也难怪白俄罗斯国家馆会挂出中国强则白俄罗斯强的标语。为什么中国撤侨时武装分子不敢打撤侨飞机，然后趁机嫁祸给敌方？他们当然可以这么做，但是他们不敢赌。如果飞机是上一秒坠落的，那么东风快递就是下一秒签收的，接下来上演的便是无儿已死。
是非对错我已无心解释，是我一骑东风夜放花千树，天地同寿。因为国际法规定，撤侨的飞机和船都属于移动的中国领土，一旦对其开火，等同于直接对中国宣战，并且你该不会认为客机撤侨是单枪匹马入狼窝吧？其实是不远处海军的052D 发射井已经打开，东风快递也早已锁定，还有卫星这个千里眼也在坐镇，周围1000公里内全是锚点。他们要是真的打了，届时他们就会明白，反贪需要名单，但反恐只需要坐标。本来你俩1对1打得好好的，非要想不开招惹撤侨客机，那咱妈就只能依为全场了。侨胞没死是叫侨胞，死了就是汉使。就比如古代的800里加急，虽只有1人1马，但背后的3面飞龙旗就能吓得土匪离得远远的。如果上个驿站信使还好好的，等到下个驿站人就没了。别说这2个驿站之间的土匪都得重入轮回，甚至沿途地下的蚯蚓都得挖出来拷问。难怪当年利比亚撤侨时，我们的船3分出的港，道路机的阵风是4分钟开始轰炸的。当时他们在空中盘旋了无数圈，就等着咱妈的船出港。当时的飞行员估计都要等哭了。还有在苏丹的撤侨路上，兔子的大巴车只是意外爆胎，就把当地部队吓得连忙修胎补胎，还亲切的留影合照，表示自己没有恶意。回过头再看战狼，还是拍得太保守了。果然惹谁都不要惹中国渔民。当美国军舰碰到中国海军时，还能勉强保持镇定，可一遇到中国渔民，就像老鼠见了猫，撒腿就跑。捞美国鱼雷，撞日本军舰都是基本操作，开着蚂蚁般的小渔船，就敢追着美军1000万吨的舰艇到处跑，一度让那些不怀好意的外国舰队闻风色变，一听到中国渔民4个字就为之一颤。就比方说那位族谱单看一页的詹其雄船长，在2010年，他带领14名船员正在同往常一样出海捕鱼，就在这时，他发现有一艘小日子的海保船偷偷地闯入了我国海域。为了避免引起国际纠纷，詹船长只是对他们发出警告，可对方根本没把小渔船当回事，直接用高压水枪驱赶我方渔船。这种挑衅的行为根本一点都忍不了。詹船长确认是在我国海域后，就毫不犹豫地驾驶渔船撞上去。虽然小日子没沉船，但是也被撞出了黑烟，受损严重。小日子恼羞成怒，3艘小日子军舰将渔船牢牢困住，将詹船长与船员非法扣押17日之久。在此期间，日方用各种手段逼迫他承认钓鱼岛不是中国的，可日方用尽手段，詹船长的信念也丝毫没有动摇。各种福帮你天天做笔录哦，天天的草根哦，盆里要躺下去的叫立起来日日哦，做笔录做了做起也细说，就我晨练钓一道戏，预备不对，我从来不爱宠。在詹船长的努力以及我国外交部严正交涉下，将他以及14名船员安稳地接回了国内。还有在1978年，我国渔民在正常捕鱼的时候，突然捞到了一个很重的东西，高兴的渔民以为是捕到了大鱼，于是渔民用尽浑身解数，才将那个东西捞了上来。结果发现一看一头雾水，由于从来没见过这玩意，认为是一种高科技，就上交给了国家。就在专家一看，好家伙，原来打捞上来的居然是一枚鱼雷。刚好那个时候我们正在这方面研发，于是把这个鱼雷进行拆解分析，使我国鱼雷技术少走了20年的弯路。立了大功的渔民也得了500块巨奖，那可是相当于当时高级职工1年的工资，这大大增强了渔民们打捞高科技的信心。从此渔民见到外国船就像见了财神爷一样，只要看见海里有可疑的东西，全部都打捞了上来，以至于其他国家的船只看到我们的渔民就仓皇逃窜，因为只要跑得慢了就别想跑了。在1992年，澳大利亚的潜艇想要搜集我国的情报，把潜艇开了过来，结果就被我国渔民打捞了上来。当时他们的潜艇被上百艘渔船包围，螺旋桨又被渔民的渔网缠得结结实实，想走都走不了。别说情报了，差点把潜艇都留那了。最后还是向中国海军发出求救信号，才得以脱身。难怪都说中国渔民被称为海上的第2海军，这有事他们是真的上啊。为什么坚实痛扁阵风我们会眼含热泪？因为没有人懂我们一路走来的小心翼翼。当年无数人守着模糊的杂志照片，把歼8叫空中美男子，但是恨他的中看不中用啊。别人都在笑话我们，说中国空战战术是导弹打完就拼命。当看到 F-22隐身战机碾压式的演习，我们提出用8架歼8换一个开火的机会。苏27来华时，有军迷跪在机旁抚摸他的翅膀。中国军工人暗暗发誓，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有。甚至有人偷偷幻想，如果咱家哪怕有一架3代机，之后是不是就不会发生81192的悲痛？当英雄王伟驾驶歼8战机被美侦察机撞毁，坠入南海，我们攥紧拳头，咬碎钢牙往肚子里咽。那个时候，我们第一次知道，原来愤怒比飞机更加沉重。而那句81192，请你返航，成为一句再无回应的永恒誓言。24年过去了，当歼10 C1砍瓜切菜一般秒杀阵风，当6代战机划过成都的天际，我们是笑着哭，哭着笑，不仅仅是因为胜利，是要呼唤无数个81192们，终于可以放心返航，是无数经历过窝囊时候的我们，一起见证着祖国的腾飞和强大。但是这一路的艰辛远比我们想象的困难。1986年，咱妈下定决心要建造属于自己的3代机。56岁的宋文聪担任总设计师，当时外国人都嘲讽中国根本造不出3代机，他怒吼着说：“没有我们就自己造。”当时中国航空一穷二白，没有计算机。
机就手绘画，没有经验就自己闯，经费不足就造洗衣机找补贴。一群研究飞机的工程师，上午改风洞模型，下午研究着脱水桶。最难的那几年，总设计师宋文聪下班之后摆摊来补贴，破背心、烂笔头，手算数据，手绘飞机草图，就是这群破衣烂衫们硬是啃下了坚实这块硬骨头。1998年，飞行员雷强写完遗书，抱着必胜的决心登上这架银色战舰。我说宋总，你放心，只要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了，只要是我还能操纵，我就想办法摔，我就给你摔到跑道上。生命呢？生命就没了。飞机划出一道银色的闪电，猛龙撕破长空，承载着几代航天人梦想的歼十顺利首飞。虽然只有短短的17分钟，但是为了这17分钟，这群疯子们奋斗了10年。而现在歼十的身后站满了兄弟，歼氏家族牌面拉满，除了歼11、歼16、歼20、歼35，还有神秘的6代机。新一代战机上涂的是隐形涂料，而歼十身上涂的是敌人的鲜血。有人说，下次航展记得给歼十一个遮雨的棚子，但我想说，它可以披上一面5星红旗。